不愧是沈家的少夫人，这感觉太爽了。玩得很爽。城北的开发项目就给你们了。谢谢王总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玩啊。一定来。楚若曦，我是小雨，3书6里娶回来的妻子，沈家的少夫人。你这样对我，小雨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唉，你失踪了那么久，都没人来找你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能有今天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谢明轩，要是没有谢家留给你的那块地，你一个没爸没妈的孤女，也配当我沈氏的少夫人？小雨，你明明说是我救了你，你为了报恩我才嫁给你。闭嘴！我最讨厌你这副挟恩图报的样子了。哎，小雨，别在这儿跟他浪费时间了。沈家少夫人被人强奸，不堪受辱，吞药自杀。你说这个结局怎么样啊？好，非常好。是小雨，你们沈家衰败，是我救的你们，你们这样是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，等你死了再跟我说报应吧。好好享用吧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会替你好好享受这一切。这是我和沈小雨的婚礼，我重生了。明轩，小雨病得严重起不来。你看今天全城的大人物都到齐了，我知道你懂事儿，为了不耽误你们的婚礼，你就委屈委屈。让小黑代替小雨跟你宣誓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该不会是要跟狗薛氏结婚吧？前世，我的悲剧就是从这场婚礼开始。沈小雨拿生病做借口，让一条狗来和我结婚。当时我一腔真心全扑在他的身上，没有反抗，却成为海城最大的笑柄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这时候正在和楚若曦滚床单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你没爹没妈，只要你今天乖乖的完成婚礼，以后啊，我会把你当亲生女儿来看待的。亲生女儿？哼，你也就只配做个伺候人的下人。只有像你这样的好姑娘，才配做我的儿媳妇。沈小雨偏爱楚若曦，而你也爱屋及乌，但是你从来没把我当人看过。虽然不符合礼数，但沈家攀上了秦家以后，在海城也算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她也就是个孤女，要是听话点，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好起来了？哼，跟条狗宣个誓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开始吧。慢着，谢明轩，我劝你识相点儿。今天海城各大世家都在，婚礼如果出了意外，你想再加小雨可就难了。
那正好，沈小雨当众逃婚，让我颜面扫地。这婚我不结了。谢明轩今天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他为了嫁给小雨，向来对我们言听计从，怎么还敢反抗呢？谢明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可要想好了，小雨只是生病了。生病了？生什么病了？病历呢？是手脚不能动了，还是爬不过来那担架呢？不然我现在就找人把沈小雨拉来，跟我当面对质。不行，你心虚什么？还是说沈小雨根本就没有生病？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你不愿意说，那我替你说。沈小雨和楚若曦正在沈家老宅里逍遥快活呢。你怎么知道？管家，马上把小雨给我抓回来！哎，绝对不能让他过去，不然沈家的名声就要扫地了。沈小雨当初答应娶我，是因为我曾经救过她，而现在沈小雨逃婚在前，侮辱我在后，我看这婚也没有再结的必要了。以小雨如今的身份地位，再拜入秦燕里门下做干儿子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在外面有个女人很正常。再说了，哪个男人不偷吃啊？你嫁到沈家，正妻的位置就是你的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哼，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住口！今天的事责任在沈家。是秦总。秦总居然亲自参加沈家的婚礼，沈家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！哼，运气再好，秦总亲临就看到这等场面，沈家恐怕也是难收场了。秦燕里，他怎么向着谢明轩说话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秦燕里对小雨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今日秦总亲至，有什么事儿你先忍耐忍耐，小雨的事儿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等秦总走后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提。这场婚礼备受瞩目，全城的名流齐聚于此。如果现在退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雨毕竟年轻，难免……沈小雨竟然可以单面逃婚，这说明她对这婚礼早都已经不满意了。我就算强行嫁给他，以后也是不幸的。与其日后相看两生厌，不如早点放手。谢明轩，你觉得今日退婚之后，海城之内还有人敢娶你吗？谢谢您的担心，不过我谢明轩自诩不是什么国色天香的人，也不至于没有人要。退婚归退婚，今天依旧是我大喜的日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其实很好解决。既然沈小雨不能来，那我们就换个来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改嫁。而且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是谁？我要嫁的人就是秦燕里，秦总。沈小雨，你不是想认秦燕里做干爹吗？既然做不成你的新娘，那我就做你的干娘。你知道秦总是什么人吗？他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不入流的货色？当然知道，秦氏集团秦总年少成名，16岁白手起家，19岁就创下商业神话，人称活阎罗。关于他的一切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秦安里背地里可不像他人前如此斯文，是个杀伐果断的狠人。谢小姐既然对我如此了解，怎么还敢选择嫁给我？因为秦总就算是如此人物，也会经营不善，需要我给善后啊。这种公司内部机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个下贱坯子，当着我的面勾搭秦总！
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打你，羞辱秦家未来当家夫人，打你还需要看时间吗？疯了！我看你是疯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拉下去，别再眨是咱家的眼！我看谁敢！滚！秦总，看在你这么乖帮我的份上，秦氏集团当初商业扩展渠道的雷，我帮你扫干净。好，只是嫁给我可别后悔。不过说好，我嫁给你，只会享荣华，不能一起赴死。谢小姐真是有意思。诸位，既然今日沈家婚礼办不成了，那不如成为我秦某的婚礼现场，沈家也算是成人之美了。什么？哼！这本来是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，没成想现在成了给你的聘礼。秦燕礼居然真的要娶谢明轩这个孤女。秦太太，不知这些作为聘礼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不够，我需要你拿出来一个能证明我身份的。那这个就是你秦太太的证明。是时候该去和你们算账了。少夫人好，少夫人好，我是顺子。顺子是我最信赖的保镖。开门，我们少夫人要进去。老公，以后福伯就不必上去了。无论你想怎么惩治沈小雨都可以，我都会给你兜底。只是嫁给大7岁的我，你甘心吗？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都会选择。记着，我同意你自己去解决后的恩怨的前提，是你自己不能受一点伤。果然啊，嫁人还是要嫁对的。上一世，我和狗拜堂之后成了全城人的笑柄。婚礼一结束，我就看见沈小雨完好无损的坐在家里。沈小雨，原来你没生病。行了，婚礼都结束了，还不快点把衣服换了？穿着婚纱怎么干活？是啊，沈太太。这一世，你们沈家想攀龙附凤，也得看看我谢明轩答不答应。跟我来。今天可是你结婚的日子，你扔下新娘来陪我，会不会被传闲话啊？闲话？谁敢说我闲话？要知道，我可是即将成为海城第一首富秦燕礼秦总的干儿子。试问，谁敢说我的闲话？你如此待他，他不会闹的吧？闹？谢明轩就是个舔狗，他为了嫁给我，什么都能忍，赶都赶不走。你既然如此讨厌他，为什么还要娶她？要不是他父母给他留了一块有价值的地，我会娶她吗？可如今你娶了她，她不就是沈家的夫人吗？那我怎么办？她也配？
我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。等过段时间他没用了，我就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你好坏啊！啊？你不就是喜欢我坏吗？啊？啊？沈大少，我倒是不知道你有如此本事。沈大少，我倒是不知道你有如此本事。你们什么人？混出去！没看到我正在办正事吗？我要是不出去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！你不好好在沈家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快把他俩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谢明轩，你别以为你找这帮人把我绑回去，我就会回去跟你结婚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你再怎么闹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心里面装的是谁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谢明轩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大张旗鼓的来这儿闹，不过就是为了让我回去承认你沈氏少夫人的身份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明轩，小雨都已经把沈家少夫人的头衔给你了，凭小雨如今的身份地位，你必然是无限风光的。你前世应该是个超大号的塑料袋吧？怪不得这么能装呢。若曦，你不用跟她一个乡野姑娘说这么多，她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就是换一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放心，从始至终，我心里认定的妻子只有你一个。可现在，她才是众人口中你名义上的妻子。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谢明轩，你想让我回去，可以。从此以后，家里面若曦做大，你做小。若是你日后能够照顾好我跟若曦的饮食起居，你就还是沈氏的少夫人。明轩，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就算以后小雨不肯碰你，你也不用担心。等以后我和小雨有了孩子，你也可以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们都可以是孩子的妈妈。谢明轩，就算你当上沈家少夫人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看我的面子，给我为奴为婢。哎呦，你俩是想瞎了心了吧？谢明轩，你别在这嘴硬了。你一个孤女，没靠山，没背景，之所以能站在这儿，全是托了我的福。你要是敢不答应我的条件，那我就跟你离婚。没了沈家少夫人的头衔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来，纠正一下，我们俩没有办婚礼，也没有领证，你一个人爱跟谁离婚跟谁离婚。小雨，看来明轩是铁了心的和你在一起，可你和我才是真爱啊！谢明轩，我给你点颜色，你还真开染房了。你最好乖乖答应我的要求，否则就算你跪下来哭着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要是我不呢？明轩，你就别闹了，你再闹下去，你沈家少夫人的身份就真的要没了。况且小雨马上就要成为秦总秦燕里的干儿子，识趣点，你我一起伺候他，共享荣华富贵，不好吗？别碰我，走！小雨，明轩，你敢打我？明轩，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勉强。你要是实在气不过，那就打我一下，出出气吧。楚若曦，楚若曦，你干什么？别给我动！我告诉你，老实点儿。王总玩爽了，那
那块月亮湾的开发地才是我们的。好啊，这么变态的要求，我还是头一回听。谢林轩，你疯了！小雨，我没事的，我就是想让姐姐深知现在的处境，让她跟你低个头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谢明轩，你立刻给若曦道歉！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不是他让我打的吗？狡辩！谢明轩，你真的惹恼我了。现在立刻跪下给若曦道歉，否则我绝不可能原谅你。让我跪下，你受不起！笑话！整个海城除了秦总，没有人的下跪道歉是我受不起的。就是。沈家好歹也是海城顶尖豪门，而且小雨马上就要成为秦总秦燕里的干儿子了，在海城更是无人可比，怎么就当不起你这一跪？我劝你还是把嘴闭上。小雨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好害怕呀。谢明轩，我看你现在是真的膨胀了，连自己是什么地位都分不清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好好教教你规矩。小雨，10秒钟，我要让沈家破产。哼，你以为你嫁给了我就可以在我沈家为所欲为，还让我沈氏倒闭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有3秒，你就会知道结果。3、2、1，哼！不好了，沈总，骑士和我们终止了合作。好，我骑士全面封杀了我们。秦氏，谢明轩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不过就是打了个电话。秦氏怎么可能会听你的吩咐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秦夫人好。沈小雨，你不是一直想拜到秦家门下认秦燕鲁当干爹吗？那还不赶紧拜见你母亲！跪下！跪下！谢明轩，你可以了吧？你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，现在你跟我服个软，低头认错。我看你找了这么多人接我回去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沈小雨，睁大你的狗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徽记是秦氏祖传的雕工，在海城只有秦老夫人和少夫人手有2枚，你没见过，是因为你根本不配进秦氏的大门，只配在门外摇尾乞怜罢了。明轩啊，你这是在哪儿找的演员啊？演技可真好，随便拿个地摊货就说是秦氏集团的传家玉佩了。谢明轩，我不管你在哪儿找的这些演员，你现在立刻让他们放开我，立刻马上给我道歉。他们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跟你道歉？谢明轩，我真是给你脸了。就算你要吸引我的注意力，也不应该向着一个外人。外人？你在我眼里连狗都不如。谢明轩，看你是找死！放肆！小雨，谢明轩，你的人竟然敢打我！你没告诉他们我是何等身份吗？你在我面前也配提身份？明轩，你演戏演的差不多就行了。我知道你请这些演员也挺贵的，小雨马上就要成为秦氏集团秦总的干儿子了，你现在下跪给他道个歉，说不定他还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原谅你，让你我共同伺候他。谢明轩，看在若曦给你求情的份上，我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道歉。道歉？哪有一个做儿子的让母亲道歉？
明轩，你就别再生小雨的气了，大不了日后你做大，我做小，日后我就叫你姐姐，好不好？上一世，你就以医生的身份进入沈家，每天口口声声喊我姐姐，那时候的我是有多蠢？姐姐，若是以后你想跟着沈小雨，你叫我姐姐岂不是乱了辈分？小雨，看来姐姐还是不肯接受我。我可没有你这种不知廉耻当小三儿的妹妹。小雨，我的小腹好痛啊！若曦，若曦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我腹中的孩子不会是要死了吧？若曦，你怀孕了？谢明轩，快给若曦叫救护车，送她去最好的医院！若曦要是跟她肚子里的孩子出现任何闪失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原谅你！上一世，楚若曦和沈小雨苟在一起2年多，楚若曦肚子都没个生下，我到底是怎么眼盲心瞎，看上了沈小雨这个垃圾？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小雨，若曦，别怕，他不敢动我们的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谁都不能走，把他俩给我抓到外面去。是。谢明轩，不要太过分了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今天你要是敢动若曦，我保证让你后悔莫及。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样让我后悔莫及。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等我妈来了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可能原谅你。你打吧，我等着。妈，你现在带人来春日雅苑找我，谢明轩这个贱人反了天了，我要好好教训他。谢明轩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现在最好乖乖给我叫车送若曦去最好的医院，不然等我妈来了，我就让你知道在海城谁是天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，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谢明轩，我看你还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还有你们，居然敢打我！你进入秦家，到时候我让你们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这么想进秦家，那就要通过秦家的考核。来人，快把他俩给我带到院子里面去。是。啊！谢明轩，你要干什么？把我给小少爷准备的考核拿上来。是。沈小雨，如果你通过了考核，我就让你进秦家。端上来。谢明轩，你凭什么代表秦家？就凭你能不能进秦家，我说了算。你这是？啊，搞错了，再来。谢明轩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重罚我，你呀，心里还是有我。你对我有怨气，拿这些破玩意儿，不就是想让我罚抄吗？可以，你让人放开我，想要我抄什么，我照做便是。罚抄？你想多了吧？谢明轩，该不会是你这会儿想通了，要给我写道歉信语吧？秦氏入门考核第1条，净身。少夫人说了，给小少爷净身。净身开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秦家最忌讳的就是肮脏。入秦家家门之前，当然是要先给你净身了。谢明轩，我入不入秦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自创考核门规？各大世家只有家主才有资格制定考核门规的权利。净身分2步，第1步洗清体表污秽，第2步去除身体肮脏之物。
既然你想进秦家，那就和我有关系，而且我就是有这个权利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少夫人不是说给小少爷净身吗？还不快去进！谢明轩，你不过就是我沈小雨的一条狗，你今日若是敢动我，便是在作死。你想让我用沈家家规把你扫地出门吗？沈家家规，在我眼里如无物。谢明轩，你就装吧，你不过就是看我跟若曦在一块，你吃味。全海城谁不知道？你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我。你交也交了，我也洗干净了，你够了吧？这只是晋升的第一步，连秦家100年家规都不知道，还妄想进秦家。继续给少爷晋升。第2步，去除身体肮脏之物。谢明轩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你个贱人！哎呀，嘴好臭啊！快给少爷漱漱口。谢明轩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废了我，老子跟你没完！上一世，我只是做错了一件小事，你们便让我在大雨里跪了1夜。小雨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洗坏若曦衣服的。你这个杜甫，就给我好好跪在祖先面前，让大禹好好净化一下你这个恶毒的心。李师，小雨在这儿下去会生病的。你既然这么心疼他，那你去陪他好了。来，给妈点个头，我送你去陪他。谢明轩，有什么你朝我来。若是他怀着我的孩子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保证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哎呀，嘴巴这么硬，希望你等会儿骨头也可以这么硬。继续晋升。哎呀，今天我就彻底给少爷去掉污秽之源，让少爷好好感受感受老奴的老手。你不要过来，不要碰我，别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！谢明轩，你要是敢碰我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！别动我，别动我，求求你了！不想晋升也可以，那要看看你能不能开智。若是你能开智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去掉晋升这个步骤。第2条，开智。楚若曦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这么蠢，可不配进秦家。少夫人说了，给小少爷长长智商。开智，开智！小雨，你快想办法呀！我好害怕呀！小雨，我刚没告诉过你，别碰若曦！我他妈弄死你！我看想死的人是你啊！谢明轩，别太得意，等我妈来，我一定加倍奉还。我好害怕呀！我看看你妈来怎么惩罚我。当然是受鞭刑30，被族谱除名，逐出家门，永世不得踏入海城半步。这些啊，还是因为我沈家的家规仁慈。等我入了秦家，你会生不如死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让我生不如死。公海喂鱼就是你的归宿。不过，看在你以前给我当狗还算用心的份上，跪下，给我和若曦磕个头，说不定啊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子不教，母之过。你少他妈占我便宜！你算什么母？母猪的母吗？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听见了，少夫人。这小子嘴真臭。这个不孝子，智商都弱成这样，快给他长长智商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这上面的规矩，给你一炷香的时间。
你看完之后，我开始抽背，背错一条，他脚下的鞭炮就会炸。是不是有病啊？若曦胆子那么小，你就可着他欺负？他胆子小。抄几遍了？5遍。5遍？废物！这么长时间才抄5遍。若曦，拿来我看看。这样，我抽背。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放你出去；答错了，继续写。阿姨，这没有惩罚，人是不会长记性的。沈小雨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金明轩，我妈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。妈宝男，那你就等着吧。申浩，备车去秦家。夫人，少爷有难，我们为何不直接去救少爷，而是要去秦家？要不是谢明轩那个贱人嫁给了秦彦礼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要动他，自然要看秦彦礼的态度。投石问路，懂吗？还是夫人想得周全。谢明轩，你一个孤女，竟敢跟我沈家作对！等我探清了你在秦彦礼心中的地位，我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本想着您和少夫人结了婚，就能一起回来了，没想到就回来您一个人。忙完他自己的事儿，自然就会回来。少夫人走之前说，让我把这3个锦囊交给你，这上面已经做好了标记，让你务必按顺序拆开，还说让你一定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来管理集团。这会不会太儿戏了？我相信他。老奴以前总是劝你，让您赶紧找个女人结婚，好圆了老爷的心愿。您始终不愿意，这突然就和少夫人结了婚，这少夫人该不是你口中的白月光吧？谢明轩，他为何会知道我的安保队有内奸？小雨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明轩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保证不会再纠缠他了，我不会再跟你争他了，求求你了！那可不行，你俩要锁死。谢明轩，你这个毒妇，我一定要和你离婚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！看来少爷真是智力欠缺呀。继续不能。明轩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放过我吧！若曦，不用求他，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我妈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妈到了，我就给他们算总账。沈小雨，我说了，今天考核过不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谢明轩，你就算现在给我送礼物，讨好我开心，我也是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。没错，你如此对我，以小雨的身份地位，就算你送的礼物再贵，也赎不了罪。就算你现在给我下跪，我也不会帮你求情的。谁让你说话了？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上一世我的悲剧，都是你们这对狗男女造成的。沈小雨是原罪，而你就是最大的帮凶，你们谁都不无辜。谢明轩，原本以为你送我礼物是为了讨好我开心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了起来。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，对若曦做的种种，我会让你千百倍的奉还。礼物？谁说要送你礼物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去教教少爷怎么让嘴服我。你要干什么？
你要干什么？少夫人说了，让我给你长长脑子。钱府没有钱总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喂，秦总，我有要事想见您一面。进来吧。这沈清前来，肯定是有事相求。谁都没我老婆重要。请。谢明轩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的心思这么歹毒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妈到了，看我怎么折磨死你这个贱妇！沈小雨，少夫人说了，想要进秦家，就得通过考核。考核继续。考核继续。是，少夫人。少夫人，这次考核是什么？第3条，体能。少夫人，这题我熟啊。体能开始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保证让你终身监禁。哪能啊！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啊！看见这个架子了吗？20分钟原地俯卧撑100个，要是做不完，挂着上头半个点儿。等等，你坐在他身上。你们都他妈是疯子！谢明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成全你们了。你要是不做，就是不服从，那就2个人一起挂起来。不做。停一停，我妈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这些人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夫人，这秦家人是真没把我们当回事啊！从来了到现在，连个来伺候的佣人都没有。或许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秦总可能真的在忙。可少爷等不了了，我现在就去问问，他们到底在忙什么。哎，你们秦总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家主只是让我们尽快布置好少夫人的房间。少夫人，你说的少夫人可是谢明轩？我没见过少夫人，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听福伯讲，家主爱慕了她快10年，是家主的白月光。申浩，去救我儿子。夫人，你不是说要询问过秦总之后再做决定吗？不必了，秦宴里的白月光早在10年前突然离开，看样子如今是回来了。那谢明轩？谢明轩只是秦宴里取回来给白月光当挡箭牌的便宜货，无论我怎么对他，秦宴里都不会在意的。走。把他的嘴给我取下来。谢明轩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小雨？你不是最爱他的吗？还有多长时间？69个，还有3分钟。来人呐，给小少爷提提神。慢着，等等。谢明轩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给沈少爷喂点冰水。少夫人，冰水做好了。谢明轩，你个贱人！今天老子要是不死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还有多长时间？59秒。你可以接受惩罚了。时间都没到，你凭什么惩罚小雨？要不然你替他做。去。明轩。呀！小雨。谢明轩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啊？残忍啊！
脏死了，晦气。谢明轩，看来你最后的价值被榨干了。呸！不过就是谢明轩的一条狗。小雨，我就算是条狗，也比你强。你连给我们秦少夫人当狗的资格都没有。秦家少夫人，你说谢明轩是秦家少夫人？你竟然管谢明轩叫秦家少夫人？难道你不清楚，整个海城秦家的少主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沈小雨的干爹吗？知道又如何？在海城冒充秦家人，打着秦家的幌子出来，你就不怕秦家人知道之后，把你千刀万剐、碎尸万段丢到深海里喂鱼吗？少夫人，这家伙嘴太碎了，要不给他嘴缝上吧？沈大少爷还有力气骂人，说明他的身体很健康，你正常计时就行。谢明轩，有种你给我放下来，等我妈来了，咱们再正面较量。别以为仗着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放你下来也不是不可以，真的。不过你还要再过一关考核。我说了，谢明轩，你要做什么，冲我来。第4项考核，抉择。沈小雨，这可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品种母狗，你若是跟它拜堂，我就算你考核通过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对我让你跟狗对拜耿耿于怀。行，我拜。让我跟狗对拜之前，你让若曦先离开。你没有权利和我讨价还价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这样，我给你1个亿作为补偿。啊不，10个亿。对你一个孤女来说，这已经够了。哼，做人不要太贪。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做人就守一条信用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百倍偿还。哼，谢明轩，你以为你谁呀？你以为你找这帮群演陪你演半天，真把自己当秦燕里亲嘴的夫人了？明轩，小雨给你的已经够多了，你拿了这些钱，付了演员费用，我再求求小雨，等阿姨到了，或许还能给你一条生路呢。我说了，你俩都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权利。赵夫人，开始吗？开始。请吧。是。拜堂开始。我看谁敢让我儿子跟狗对拜！我看谁敢让我儿子跟狗对拜！妈，谢明轩，你完了！我妈来了，你死定了！儿子，你放心，妈来了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愣着干嘛？快给少爷披件衣服。是。阿姨，你可算来了！你都不知道谢明轩他是怎么对我们的。放心，我既然来了，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他。我说的。谢明轩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欺负我儿子，今天这笔账，我势必要和你好好清算清算。沈夫人如此信口雌黄，既然选择要进秦家的大门，那就必须要通过秦家的考核。考核？什么考核？谢明轩，就凭你也配考核我沈清的儿子？我有没有资格，沈夫人不是最清楚吗？你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。今天你要是乖乖的求饶，过来给我儿子道歉，或许我还能留你一条生路。否则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我倒是要看看沈夫人要对我怎么样不客气。我记得你和小雨结婚的时候没有请你外婆来，是怕舟车劳顿让她受苦。你要做什么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怕医院对你外婆照顾不周。
在来之前还特意派人去探望了一下，估计这会儿应该是到了。你说你外婆天天戴着这个破面罩，难不难受啊？不如我找人帮她透透气呀。你敢？我妈有什么不敢的？谢明轩，你还没有认清你现在的立场吗？沈阿姨可真善良，特意去看了你外婆，你不知道感激，还威胁沈阿姨。难怪小雨看不上你，因为你啊，真的是毒妇啊！哼。上一世，我告诉他们外婆的事，以为沈小雨会善待的，结果沈小雨为了那块地，将外婆藏了起来。这一世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外婆的存在，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找到了，竟然把外婆当把柄。考虑好了吗，谢明轩？乖乖的和小雨道歉，接受家法处置，还是我找人照顾照顾你外婆呀？不，妈，就算这个臭娘们给我道歉，我也绝对不可能原谅她。蠢货，她手里的土地合同是有限制的，必须是谢明轩的丈夫，所以她必须嫁给你，不然我们是拿不到的。就算让她回沈家，我也要把她对我做的事情千倍百倍的奉还。明轩，我早就劝过你了，不要和小雨作对，可是你就是不听啊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应该知道我沈家的家规吧？谢明轩，你一个孤女嫁入沈家，就要遵守我沈家的规矩。第一，入沈家女子，丈夫便是天，不得忤逆，须顺遂。违反者鞭笞30，罚抄家法10遍。第二，必须尊敬长辈，不得违背长辈的意愿，违反者过火炭永路。谢明轩，入我沈家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谢明轩，这看上去沈夫人是你，但小雨的爱都在我身上。难道即便我重生了，也逃不掉上一世的命运吗？不，我不信命。谢明轩，你可知错？不知。那你可明白？不明白。好，那我就来告诉你，你嫁入我们沈家，就得遵守我们沈家的规矩。你天天和外人勾搭，欺负自己的丈夫，不该接受处罚吗？沈夫人，我与你们沈家的账早已算清，沈家和我已经毫无瓜葛。你是以什么立场问我的罪？对我不敬就是罪。要想让你外婆过得轻松一点，就应该乖乖认错。放肆！敢对少夫人不敬，先过我这关。她不过是个替身，当不得这一声少夫人。今天不管小雨如何惩罚她，秦燕里都不会在。给老太太换换气儿。少夫人，我这就带兄弟们把这帮畜生绑起来。慢着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要不然你就猜猜看。哇！刚才不是有人泼冷水，泼得很起劲儿吗？小雨，明轩好歹是女流之辈，你要温柔点儿。我来。哎呀，不小心手滑了。好，若曦说的对，我这就温柔一点。你不是喜欢考核吗？那同样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经过我的考核，我也放你一条生路。再拿一桶水。为了外婆，喝完不难吧？好，我喝。顺子，拿杯子去。少夫人，这拿。
可这么慢，还愣着干嘛？帮帮他！少夫人何苦遭这罪？我把这帮孙子打趴下，不就能救外婆了吗？你不了解沈小雨，更不了解他们沈家。他们这帮人吃人不吐骨头的，我不能把外婆放在他们手上。谢明轩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刚才那个嚣张的劲儿呢？啊！走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少夫人。你这演员挺专业呀，但是我劝你管好他们。我们沈家可不是什么人都得罪得起的，一旦他误伤了小雨，就算10条命也不够还的。另外还得搭上你外婆的性命。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都不要动手。可是，没事儿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儿子，叫人把谢明轩押入沈家祠堂，想怎么处置都依你。上。等进了沈家祠堂，我再跟你慢慢玩。谢明轩，你忤逆丈夫，顶撞长辈，依家法鞭笞30都是轻的。小雨，去让他长长记性。谢明轩，你刚才的那个嚣张劲儿呢？不是说要考核我吗？不是说什么要教我做人吗？啊！现在怎么像条落水狗一样趴在我面前？啊！明轩，你好可怜啊！快去把我给他准备的盐水端上来洗洗伤口。哎呀，明轩，我是想帮你的，你怎么看起来更痛了？难道重活一世，依旧要受这等屈辱？不，我不能倒下，外婆还在等着我去救，我不相信命运如此不公。沈小雨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该放过我外婆了吧？谢明轩，考核刚开始。说1，我要你跪下来给我们磕头认错。2，签署这份卖身契，生是我们沈家的人，死是我们沈家的鬼，我就可以放过你了。我不签。好，那就先让这个老东西先去下面等你。罢了，不，我跪。我看谁敢动他！秦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反正谢明轩就是个替身，秦爱礼就算来了，也一定是为了我儿子。谢明轩他肯定是不会救的。秦总，谢明轩他不守妇道，顶撞长辈，我们只是在执行家法。家法？谁家的家法？自然是我沈家的家法。我记得他跟你们沈家没有一点关系吧？秦总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女人全城都知道她是我的舔狗，她犯了错，不该罚吗？那她犯了什么错？我来说，这个女人她水性杨花，勾搭外人，犯了沈家的家规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配跟我说沈家家规？我，秦总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这不是想拜您为干爹吗？这个女人不知道从哪儿找这一帮演员，冒充秦氏集团的人，我自然是要好好惩罚他们的。是吗，顺子？家主，我在。
是吗，顺子？家主，我在。啊！去倒杯水。是。他居然真的是秦总的保镖。我来晚了。我没事，我外婆她……放心，我已经让阿福亲自去接了，之后会安排在秦家私立医院顶级看护，很安全。那就好。啊，喝点水。谢明轩，到底什么时候攀附上了秦燕里？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是秦总的保镖，难道不是谢明轩找的演员吗？谢明轩之前一直和我说，想要进秦家，必须通过他的考核。妈，他跟秦总到底什么关系？小雨，你别慌啊，秦总怎么会看上谢明轩那样的货色？充其量也就是看他可怜。若曦说的没错，谢明轩只不过是个替身，耽误不了你进秦家的。况且他在外面拿着秦家的势力为非作歹，打着秦家的名号仗势欺人，说不定秦总会发多大的火。对啊，小雨，你一定要把他的罪过原原本本的告诉秦总，说不定秦总看在你维护了秦家门面的份上，提前让你进入秦家。没错，秦总，滚！秦总，我知道你只是看谢明轩可怜，所以才让他当了个替身。我和小雨也只是为了秦家的颜面，所以才把他带到祠堂进行惩罚。你看在小雨这个孩子这么懂事的份上，他进入秦家的事儿是不是能……秦总，谢明轩不过就是个不知礼数、顶撞长辈的烂货，要不是阿姨还有小雨发现的早，他还指不定顶着秦家的名号做出什么呢。沈小雨，你想进我们秦家？我做梦都想跟着你投入秦家的门下。你同意吗？不同意。听见了吗？秦总，这只是个误会。我们沈家教训无方，是他谢明轩不守妇道，顶撞长辈。我们只是执行家法。况且他和小雨的婚姻暂时还未解除啊。家法？我秦燕里的夫人，轮得到你沈家来执法？秦总，你不要听谢明轩的一面之词啊，他不就是你白月光的替身吗？对啊，秦总，你何必为了一个替身，错过像小雨这样优秀的青年才俊呢？秦总，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变本刁难我，说我必须通过他的考核才能进入秦家。你看我这身上的，都是他滥用考核留下的伤痕。他的要求，就是我的要求。刚刚是你们动了他。秦总，饶命！是夫人和少爷让我们这样干的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。秦总，顺子，老板，把他们都带进局子里。走。至于你们，敢惹我秦燕里的人，就要想清楚后果。沈家该从海城消失。秦总，谢明轩你不能带走。凭什么？秦燕里这么维护这个谢明轩，一定有问题。谢明轩的地还没有拿到，绝对不能让人把他带走。秦总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对待我们沈家，就不怕海城其他世家寒心吗？况且海城谁人不知谢明轩是我儿子的老婆？顺子，告诉沈夫人，明轩现在是什么人？沈夫人，根据最新的登记信息，秦燕里先生与谢明轩小姐已于今日下午正式登记结婚。谢小姐与令郎沈小雨先生并无婚姻关系，所以于法于理，于情于理，谢小姐都是我们秦总的夫人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那块地皮合同要求，他必须是沈家。你们谁也别想得到！自从我重生之后，我就在等这一天，看着你们沈家没落的一天。谢明轩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背着我勾搭其他男人！小雨谢明轩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敢算计我！来人，封上。刚刚你好活跃呀！不关我的事，都是沈小雨逼我的，是沈夫人指使的。明轩，你救救我！你看到我们已经……封上。明轩，你我先送少夫人回车上，把他们看住。
是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夫人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沈夫人，天亮之前，您是选择配合，还是选择消失？堂堂的冷面阎罗，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毁我沈家，还想让我配合，做梦！沈夫人，你既然知道我的为人，那更应该了解我的手段。最新消息，沈氏集团股价出现断崖式下跌，疑似遭到不明资本恶意做空。多家银行已宣布冻结沈氏信贷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这就是动我的人的下场。顺子，把他们送进局子里，通知下去。沈氏集团总部明天该换牌子。来走。这一世真的不一样，他真的拯救了我。明轩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了，我外婆呢？你放心，刚刚福伯打电话了，外婆已经转到 VIP 病房了，现在情况很稳定。等你好了，随时可以看她。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及时赶到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也谢谢你救了外婆。秦太太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，以后不必说谢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个白月光，我一定会误会他对我生了情愫。秦总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能做到这个份上，我已经万分感激了。明轩，我家主、少夫人，早餐都准备好了。另外，顺子在书房等您。知道了，告诉佣人，少夫人吃完饭之后记得给她吃药。是，家主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好好休息。谢明轩，他有喜欢的人，不要自作多情。老板，沈氏所有资产已清算完毕，部分不良产业已被剥离。沈小雨和楚若曦已经卷了部分沈氏的部分流动资金跑了。沈清呢？按你的吩咐，已经查清了沈清之前涉嫌商业欺诈、胁迫伤害少夫人以及试图绑架少夫人外婆的证据，已经移交警方，现在应该在审刑室呢。好，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关照。明白。他怎么样了？少夫人精神已经好了很多，刚刚用了早餐，现在正在跟她的外婆通视频电话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小雨，你就甘心我们现在这样吗？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怀着我的孩子，我早就想掐死你。小雨，你疯了吗？沈家明明是谢明轩害的。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谢明轩他以前那么爱我，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因为你。楚若曦，都是因为你横插一脚，才会对我因爱生恨，报复沈家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他做这一切是因爱生恨吗？当然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明轩现在已经过上好日子了，沈家也不会没。
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小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我才是跟你一条心的。刚刚是我太激动了，我去找谢明轩说软话，他一定会心软。他心软了，秦燕里就能放过我们。你这个蠢货，谢明轩有了秦燕里，怎么还可能会看上你？小雨，你清醒一点。谢明轩他现在巴不得我们去死，我们去求他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你不懂，只要我放下身段，跟他说几句软话，与其去求那个铁石心肠的谢明轩，我们不如另找靠山。靠上。现在海城谁还敢得罪秦燕里？前2天，我偷听看守我们的人闲聊，说秦燕里心里一直有一个忘不掉的白月光，是顾氏集团的小姐顾曼青。10年前，她不告而别，成了秦总心里最大的遗憾。那又怎样？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总的白月光，请他回来，这样不仅能除掉谢明轩，还能让你重新被秦顾两家看中。若曦，真是我的福星。少夫人，你身体刚好，别累着。我没事，福伯。燕里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很在意的女人？家主他曾经确实很在意一位小姐，不过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。后来这个小姐不告而别，成了家主心里的一个结。哦，这样啊。秦总，我知道你只是看谢明轩可怜，所以才让他当了个替身。但是少夫人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在秦家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他对谁像您这么上心。您住院时，他寸步不离；您受委屈时，他雷霆震怒。为了您，他甚至在秦氏集团动荡的时期，动用了所有权限，为少夫人铲除沈家的事儿。秦总说了，这些话不能告诉少夫人。甚至什么？少夫人，福伯有一位姓顾的小姐求见，说是家主的故人。想必这位就是燕里的新婚妻子谢明轩谢小姐吧？我是顾曼青，燕里的老朋友。想必这位就是燕里的新婚妻子谢明轩谢小姐吧？我是顾曼青，燕里的老朋友。顾小姐是燕里的故人，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？只是没想到燕里动作这么快，我只是出国处理了一些家事，回来便听说他已经成家了。谢小姐真是好手段。这是什么修罗场啊？顾小姐，婚姻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谈何手段呀？谢小姐可能不太了解，我和燕里认识快10年了，有些羁绊可不是什么后来者能替代的。况且你也就是有几分像我罢了。看来顾小姐是短剧替身梗看多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和谢燕里有着很深的情分，你更应该了解燕里的为人。能睡在她枕边的人，岂能就凭一个像字？这气势堪比家主，不愧是家主心心念念娶回来的少夫人。谢小姐似乎对我有些误会。没有误会。现在我只知道，我是秦燕里名正言顺的妻子，秦家的女主人。要是顾小姐以顾人之姿寻常拜访，我们秦家很欢迎。若是有别的想法，那就别怪我下处苛令。怎么回事？燕里，我好想你。
你怎么来了？艳丽，我在国外听说你要结婚了，准备了礼物，立即飞了回来。只是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了谢小姐。看来这冷面阎罗也逃不过喜欢绿茶的命运。顾婉清，小时候我们两家相处，你来我家做客可以，但现在我已经有了妻子，我不希望任何人或任何事让她感到不快。你不想理他，别拿我当挡箭牌啊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顾小姐说是你的故人，我已经替你招待了，想必顾小姐也很忙，我们就不多留了。福伯，送顾小姐出去。艳丽，你顾小姐，请吧。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艳丽一定是我的，我们走着瞧。明轩，关于顾曼青，关于所谓的白月光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不必解释了，秦总，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，你的私人感情史与我无关。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跟我来。你在扩展海外业务的时候，留下了不少漏洞。第一，你与海外签署对赌协议中有一条，一旦 AI 无法上线，对赌取消，而且你还要赔偿对方巨额的资金。第二，你用错了人，看上秦氏集团这块肥肉的可不止一家，一旦走错，秦氏就将面临巨大的危机。这些细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现在你可以打开我给你的第二个锦囊。黎硕是你 AI 研发部门的技术人员，他已经被人收买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清理内部，而是将计就计。谢明轩，你应该知道，凭我的手腕，只要解决有问题的人，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那岂不是很无趣？有人想看秦氏倒闭，那我们就演一出大戏给他们。哦，我如果听你的做完这一切，你可以告诉我一个秘密吗？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重生的吧？时间紧迫，秦总想要看戏，就听我的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那就放出消息，说秦氏资金链紧张 ，AI 无法上线。我要趁此机会抓住想要秦氏倒闭的幕后黑手。哦，我都听你的。其实我跟顾秦总，合作关系保持距离。两条丧家之犬，就凭卖我一个艳丽结婚了的消息，就想为我顾家办事。顾小姐，我们知道齐艳里的弱点，她现在海外项目出了问题，资金快断了。是啊，顾小姐，这个时候顾家只需要稍微推一把，到时候她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求你。谢明轩她一个孤女算什么？只有你才是能救她的人。好呀，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绝对可靠。我们在秦氏集团内部也有点关系。好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去联系几家和顾家交好的媒体，把秦氏要破产的消息给我炒到最大。另外，喏，这里面有点钱，去收拾收拾自己，别给我顾家丢人。老板，消息已经按少夫人的意思放出去了。另外，查到沈小雨、楚若曦接触顾家旗下的媒体，煽风点火。居然是顾家，让他们闹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他们玩。根据锦囊上的名单，所有人我们都已经安排了监控，证据也已经收集完了。好，通知财务部，配合演出，做出资金筹措困难的样子。另外，给顾家准备一份大礼。是。明轩，戏台子已经搭好，消息发酵的很快。
银行那边已经开始关心了，顾家那边动作不小。你跟海外的那个对赌协议还有几天到期？3天。明天我让顺子陪你演一出焦头烂额的戏码，一定要让顾曼青知道你的困境。你说如果他知道我之后会不会找上我？就像演短剧那样给我一笔大钱，让我离开你。这不会是你跑路给自己找的理由和借口吧？怎么会呢？那你为什么这么急着帮我解决问题？那是因为我婚前说过，我们只能共享荣华，不能一起万劫不复。若是秦氏倒了，他们会看笑话的。爸，消息确定了，秦氏的对赌协议就要到期了。如果 AI 项目不能正常上线，就要赔偿巨额资金。恐怕到时候秦氏就要易主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唉，这燕里是我看中的人，既然他出现了困难，那我们顾氏也不能见死不救。这样吞并了秦氏，怎么做你也知道的。当然，我喜欢他这么多年，他都不曾看我一眼。以后我要让他明白，谁才是最配得上他的女人。谢明轩，哼，恐怕到时候就要哭着被扫地出门了。秦总，股价已经下跌了20%。银行催款电话不断，好几家表示要重新评估我们的信用等级。海外那边坚持我们按协议执行，否则就冻结我们资产。够了，去想办法，去找投资人，去找一切可能找到资金的办法。老板，还不都滚出去想办法！顾小姐找我来，有什么事？我和燕里认识这么多年，顾家当然不会见死不救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是个商人，如果你想让我帮你，肯定是要有条件的。打住，你帮不帮他是你的事情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明明就是因为你嫁给燕里后克他，他才有了今天。你不过是一个父母双亡、被沈家扫地出门的孤女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趁早离开他。他又没有睡桥洞，我干嘛放着秦太太的荣华富贵日子不过？你这么贪心，就一点也不在乎燕里和秦家的死活吗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不过，你让我离开他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要看看顾小姐的诚意。秦夜里听到你这个无情女人说的话，你俩就完了。云轩，见过顾曼青了？见过了。你猜猜，他跟我提了什么条件？给你一笔钱，让你离开我。猜得真准，而且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什么？答应他，是因为对赌协议到期那天，他一定会觉得你会求故事。至于甩了我，你可以当做被迫无奈要跟我分开。戏要做足，鱼才会上钩。谢明轩，你知不知道，就算秦氏真的破产，我也不会拿你去换。少废话，按计划行事。第3个锦囊一定要到对赌协议到期的早上再打开。爸，燕里快撑不住了。他虽然没有明确答应，但是态度已经松动了。好，非常好。你一定要在对赌协议到期前想办法让他签下股份转让协议，
这样的话，秦氏早晚是我们父女的。恭喜顾叔，恭喜顾小姐。算你们俩还有点用，虽然到时候沈氏不能还给你，但是我会给你们两个安排别的生意做。到时候一定要把谢明轩踩在脚下，让他也尝尝丧家之犬的滋味。秦总日后一定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的。那是自然，等秦氏到手，燕里自然会明白，只有我才是他唯一门当户对的对象。沈家已经破产，沈小雨应该去投靠顾氏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福伯告诉你的？上一世，沈小雨就一直在打探顾家的消息。这一次没攀附上秦家，他一定会投到顾家那边。因为我看新闻啊，沈小雨这么喜欢当狗，这也不难猜。秦总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请和我保持距离，戏要做足。可以演戏，但是有个前提，你自己不能受到一点委屈。你该不会要趁机和我分开？你是不是嫌我老？秦安离，你不老，一点都不老，而且你很帅。只不过我本以为我重生之后嫁给你，会有个很好的结局，没想到你居然有顾曼青那个白月光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秦安离，你和顾曼青，跟我来。自己看。是我，一直都是你。老禽兽，没想到你高中的时候就认识我。那你讨厌我这个老禽兽？轻点，别留下痕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起床看戏了。那我就饶你一次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顾小姐，我已经准备收拾东西搬出去了。是真的？当然了，那你答应我的事情。给。那就谢谢了。老板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现在全城都在传您和少夫人因集团危机赶集破裂，少夫人也已经搬离秦宅。他那边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，酒店内外都有我们的人，绝对安全。另外，顾氏已经开始大量吸纳我们的散股。少夫人说的没错，是沈小雨和楚若曦暗中接触的小股东。行，让他们吸。李硕呢？他昨天晚上跟楚若曦见了一面，应该是拿到了最后一笔钱，看来确实是被收买了。很好，您所有的要求都已经准备就位，万无一失。通知福伯，按少夫人的第3个锦囊开始行动。是。少夫人，您要注意身体。家主虽然不在，但吩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您。我没事。啊，外婆怎么样了？老夫人一切都好，在私立医院很安全。她念叨您呢。那就好。顾氏拿出了80%的流动资金狙击秦氏，他们太贪心了。少夫人，神机妙算，他们果然上钩了。我已经按照夫人你的要求，让人在海外建仓了。贪婪是要付出代价。
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哎，啊，确定这事儿不会出事儿？谢艳丽一旦发现，我一定活不成了。怕什么？等顾氏成了秦氏的主人，你就是头号功臣，金钱和地位都有了。别忘了，你挪用公款的证据还在我们手里。快点儿！哎呀，好了，老板，证据都已经录下来了，要不要动手抓他？不急，等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演完，让他亲眼看看背叛的下场。是。另外，沈小雨和楚若曦刚刚与一个境外账户有大额资金往来，似乎在转移资产。想跑？盯紧了，等股东大会结束后一并收网。是。哎呀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让你尽量减少外出？我不出来，怎么抓人啊？况且，不是由你保护我。说是谁派你过来杀谢炳轩的？不说，好，关起来。顺子，好好找他。是。我送你房间。谢炳轩，任何计划都没有你安全重要。秦总，戏还没有演完，你就先越界了。抱歉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,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 moves. 早安，老婆。今天是收网的日子，你还不赶紧去洗澡？我想问问，昨天我的表现。先干正事再说。你会打领带吗？我以为这辈子都娶不到你，毕竟之前你眼里只有沈小雨那个垃圾。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什么意思？秦安里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我嫁给了沈小雨，死得很惨很惨。最后是你给我收的尸体，你抱着我，一直在哭。逗你的，傻呀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了。我知道。有人看怎么办？哼！开始吧。秦总好大的架子，让我们这么多股东等你一个人。今天是海外资本对赌到期的日子，我们秦氏集团对 AI 项目投入那么大，却迟迟无法发布，你是否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？交代？顾总想要什么交代？当然是按照对赌协议上的约定，以你的股份弥补我的损失，并且让出秦氏掌控人的位置。顾总，你为什么如此坚定 AI 不能上市？秦总，我们都知道你难，何必为了面子强撑呢？顾氏的方案
就是最合理的。只要你签了这股份转让协议，顾家立刻注资帮秦氏渡过难关，不然等海外资本的代表来了，可就没有挽回的机会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谈话？秦叶里，以前你秦氏集团是只手遮天，可现在我也是秦氏的股东之一，自然有发言权。就是，当初我们小雨要进入秦家是看得起你，如今你已经日落西山，还摆什么架子？燕离，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了。只要关萧和谢明轩那个贱人离婚，和我在一起，以后秦顾两家都是你的。对呀，燕离，你从小和曼青青梅竹马，我早已把你视如己出。我们又是世代交好，只要你同意这门婚事，作为叔叔的绝对不会放任不管，并且这个事情我会一管到底。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落井下石，但是你别被谢明轩那个贱女人给骗了，她只在乎你的钱，她根本不爱你。秦总，作为过来人，何必为了谢明轩这个不要脸的孤女，毁了自家和秦氏啊？我的夫人，何时轮得到你们来指挥？谢离，现在不是讨论你家务事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秦氏集团要是垮了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你现在是要和我女儿结婚，我们两家继续交好，还是等海外资本代表来了，看着你们秦氏就此垮台？秦总，我劝你一句，谢明轩就是个扫把星，比起秦氏集团的地位和她这个孤女，你还能选不出来吗？叶离，离婚协议我已找人早就帮你拟好了，只要你签了，这秦氏集团依然还是你的。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秦氏的股票可是一直在跌。海外资本代表来不了。海外资本代表来不了啊？谢小姐啊！谢明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已经拿着钱离开海城了吗？你们都要逼着我老公签离婚协议跟我离婚了，我能不来吗？谢明轩，你以为自己还是秦太太吗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信不信顾氏把你扔到海里喂鲨鱼？谢明轩，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了顾小姐，拿了钱，怎么还有脸来这儿？谢明轩，我劝你现在就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沈小雨，你还是跟狗对拜比较适合，怎么到了顾家还是一身的狗味？你小雨，他如今已经是丧家之犬，你何必和他动气？等秦总签了离婚协议，在海城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地？签了吧，燕离，你看看我哪里不如他？秦叶离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把你的亲家揍送了吗？燕离，这个女人表里不一，爱慕虚荣，你难道真的要为了她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吗？老公，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。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没有他重要。好一个情深意重！秦燕离，你是真被这个女人给迷了心窍，置集团利益不顾。诸位都看到了吧？秦总以一己私情，不顾集团利益，执意维护这个孤女，如此不智，怎能担任 CEO 职位？我以秦氏集团大股东的身份，正式提议，立刻罢免秦燕离 CEO 的职务。秦总，既然你如此不分是非，那我第一个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燕离，谢小姐之前突然消失，现在又莫名出现，难保不是受人指使来扰乱视听的。为了秦氏，你难道真的要感情用事吗？你们四个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泼脏水，一个装无辜。你们这出戏演得好精彩。不过你们说的不算，海外资本说的才算。谢明轩，你骂谁？这有你说话的资格吗？顾董，这么着急把我老公拉下去，不就是想让顾氏吞并秦氏铺路？不过你的算盘落空了。你说话注意点儿。他说的话，就是我说的话。
假的，合成的，是谢明轩和秦艳丽故意陷害我。陷害你，顺子，把人带上来。老板，少夫人，黎硕想要出国，在机场被我们拦截住了。秦总，少夫人，我全都找，是顾董，还有沈小雨，是他们逼我的。黎硕，别跟我胡说！谢明轩，这又是你在哪儿找的人故意找来陷害我吗？说，把你知道的全部给大家说清楚。是顾董，还有沈小雨他们找到我，抓住了我之前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他们威胁我，如果我不配合他们，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。他们让我在 AI 项目的核心系统里植入后门程序，伪造测试数据，制造项目彻底失败，无法如期发布，这样就可以引爆秦总和海外资本对赌协议，逼秦总下台，让秦总无路可走。你撒谎！天理，不要相信他，这些都是谢明轩设的圈套。顾董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就算是黎硕做了又怎样？对赌协议今天到期 ，AI 发布不了是事实，所以秦艳丽，你还是输了。顾董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几天前，我将我父母留给我的月亮湾地皮全部权益作为抵押，给秦彦礼先生和秦氏集团提供全额担保。根据最新消息，这块地皮的价值完全可以负担全部债务，甚至有巨额盈余。秦氏的资金链牢不可破，而且 AI 已经在海外上市了。不可能！那块地的开发权绑定的是你必须加入沈家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你骗我！月亮湾这块地皮是我谢明轩个人的意愿和婚姻保障，我自愿嫁给秦彦礼先生，和我爱的人共度余生。这块地皮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担保，由我全权负责。明轩，我没想到你会用地皮来给我担保，原来你的第三个锦囊早就有所准备。你知道？来人！你们涉嫌合谋商业欺诈、侵犯、胁迫商业机密、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，证据确凿。警车已经在外面了，这个局子今天你们蹲定了。林轩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以前的情面上，放过我。你让我当牛做马都可以，让我跟狗对拜可以，跟他拜多少次都可以，我可以跟狗对拜。你的忏悔还是留着去法院给法官说了。我和你之间在上一世，哦不，在你和楚若曦勾搭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。谢明轩，谢明轩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横死！太吵。哦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，楚若曦肚子里怀的，哦不，她根本就没有怀上你的孩子。啊！带走。明轩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不用谢。我说过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选择你。爸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找到了可以爱我、护我的人。月亮湾那块地没有落入歹人之手，他不仅帮助我，还成就了我。现在我过得很幸福。爸妈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明轩，护他一世周全，让他永远幸福快乐。尝尝我的手艺，看好吃吗？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我老婆这手艺真是绝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更想吃的菜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那就是你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. 这一世，所有的苦难都已过去，仇人得到报应，爱人就在身边，亲人安康喜乐。原来
重生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与真正的幸福重逢。